你在人家的父母面前撒泼，这么不尊重他们的父母，这就缺乏教养。小伙子，你呢也是。我们老祖宗都跟我们说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这跪苍天和娘亲，你还大街上给一个小姑娘下跪了，而且平时你看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如此严重的虐待，你打过110，找过妇联吗？小伙子，如果换了我这一辈子打光棍，我也不娶这样的媳妇。告诉你，你扇他耳光，你让他跪下，给你们家搬了一天的东西，一身脏兮兮的，你没有心疼给他擦把汗，问他累不累，你让人家回家去，你有心疼吗？你没有心疼，你怎么会疼人呢？你没有疼人，你心里哪有爱呢？眼前这个暴脾气的女孩，态度实在嚣张，逼男友当众下跪，还侮辱男友母亲没有教养，就算在台上也是对男友颐指气使，私下里更是对男友又打又骂，连续怒摔男友4台手机。于博宏老师说，这种女人就算一辈子打光棍都不会娶她。涂磊老师也怒斥女孩毫无教养，毫无素质。这段感情最后的结局能否步入婚姻呢？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，祝您平安喜乐，好运连连，心想事成，美梦成真。接着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事的来龙去脉。故事的男主人公小东，21岁的他来自东北吉林，跟着出来的20岁女孩小杨也是来自吉林长春，双方在一起已经2年时间了。刚开始在一起还算甜蜜，可女孩的暴脾气和教养在时间的推移下暴露的一览无余。男生一上台就委屈地说道：过了，然后我爸过生日给他邀家里吃饭，我提前告诉他，我说我妈脾气不好，让他别跟他俩作。吃饭那天我妈找他喝一杯酒，先给他敬的，他把头一梗，说有教养的女人是不喝酒的，把我妈晾在那儿。谁敢？他本来就是真正对他妈呀。他说他妈脾气不好，那我以后要到他家之后，他妈对我不好，那我得啥样啊？那我就让你妈见识啥叫脾气更不好的。很明显，女孩就是没有教养，不懂得尊敬长辈，一上来就想给未来婆婆一个下马威，就算在台上回答主持人的问题，也是显得那么的嚣张跋扈。赵川立即讽刺女孩会不会好好说人话，作为父母和长辈不希望未来儿媳是一个如此不懂礼貌、没有教养的人。所以男生的父母特别反对儿子和这个女孩在一起。男生来到台上也是想要分手，但是女孩却不乐意了。男生接着说到女孩摔他手机的事情，这一幕让全场乐开了花，却又心疼男生。我不摔你手机，摔谁手机啊？留着电话不用不接，留着干啥呀？直接摔了呗，你还用电话干啥呀？那你咋不摔你自己的呢？我跟你生气摔我自己手机，我有病啊！这姑娘倒是不傻，你3年摔了我4个手机，活该！谁让你惹我生气的？除了摔手机之外，男生的笔记本电脑，还有家里一下家具、镜子之类的，隔3差5就摔得整个屋子都是碎片。摔东西还只是冰山一角，算是轻的。现在可倒好，看男友不顺眼的时候，说踹一脚是一脚，说给2个大嘴巴子就不带犹豫的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男生说到女孩让他帮抢限量款包包的一幕，他上来就给我俩撇了，他说没抢着吧？撇哪儿了？是打脸，2大嘴巴子。我不打你打谁呀？我这个任务交代给你了，你居然给我完成，凭啥别人都能抢着？那网上卡了还能怪我呀？你玩游戏的时候网怎么没卡呢？就因为网络卡没有抢到女孩喜欢的包包，女孩就对男生拳打脚踢，这态度感觉所有的错都是男生的。更过分的是，打了男生，男友还不能喊疼。而女孩的嚣张跋扈不仅仅是对男友这样，就算对外面的服务员也是这样。一次2个人去吃火锅，就因为服务员上菜慢了一点，就直接跟服务员干了起来。男友连忙拉着女友不要这么骄横，但女孩却反过来责怪男友胳膊肘往外拐。可接下来的一幕让全场都惊掉了下巴。主任，你说他让我证明人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然后他还让我证明我爱他啊，就让我把手伸火锅汤里边。你伸啊？我没伸啊，还算聪明。那你不是没伸吗？后来你到底不是还没伸吗？我伸了不就毁了吗？全场对于女孩的行为都在笑，包括主持人和嘉宾老师。但仔细想想，女孩的行为是不是让人所不齿呢？一个男生究竟什么样的运气才会遇到一个这样的奇葩女友啊？还有一次更双标的行为，男生绝对不可以不接女友的电话，要不然下场就是摔手机。而有好几次男生打女友电话，女友却是半天不接电话，还说跟闺蜜逛街凭什么接男友电话。男生随口一说，那我是不是
也能把你的手机摔了呢。没想到女孩的反应吓坏了全场。哎，你大家不下面你敢喊了摔我手机？你敢试试啊？然后后来他就急眼了嘛，然后我就给他道歉呐，然后刷就不行了，就说你必须得给我跪下，还必须大庭广众给他跪下。哦，跪没跪？跪了。当天就在大街上跪了。跪他咣踹我一脚就走了。跪的，在哪跪的？在马路上。马路上，你真跪了？真跪了。俗话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只跪苍天和娘亲。男生自己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原则和底线的人，难怪女孩敢一而再再而三欺负他和他的家人。而赵川问到男生这样的女人为什么不跟他分手呢？第一是男生给女孩承诺不管怎么样都能忍受女孩的脾气，第二是不敢提分手，怕女友拳打脚踢使用暴力，还有一个是女孩一哭二闹三上吊。有一次提出分手，女孩直接用跳楼、吃安眠药、写遗书来威胁男友不准分手。男生害怕被打，害怕出事，才不敢分手，所以才来到节目组解决问题。接着男生说到自己帮助女孩家里挑白菜的一幕，从街上买回一车白菜，走楼梯挑上6楼，全身都是汗，没有人帮忙，女孩和她妈妈却在嗑瓜子，这也就算了，忙活一上午，到了吃完饭的时候，这一幕让人感觉到心寒。妈说叫出去吃饭去，然后我寻思咋也得带上我呀，然后他过来跟我说，你看你们爱扒他样，赶紧回洗个澡睡觉得了啊。我当时也不寻思你挺累的吗？赶紧回歇着吧。再说了，那浑身埋个大胎咋上饭桌啊？多没礼貌啊！那我不也是帮你家干活吗？这样的女孩，这样的丈母娘，真的是让人寒心。不说给男生擦擦汗水，问问累不累，最起码吃饭带上人家一起吧。竟然直接嫌弃他干活全身都很脏。果然心里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。这样的好男生女孩，要是错过了这辈子，可能也遇不到了。因为这些种种原因，男生都能忍受，可男生的底线是女孩不能对他的父母不尊重，所以这次真的要分手。但女孩以死相逼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所以想听听嘉宾老师的建议。首先点评的是于伯宏老师。老祖宗都跟我们说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这跪苍天和娘亲，你还大街上给一个小姑娘下跪，而且平时你看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如此严重的虐待，你打过110，找过妇联吗？小伙子，如果换了我这一辈子打光棍，我也不娶这样的媳妇。告诉你，于伯宏狠狠怒批了女孩毫无教养，对男友颐指气使，还拳打脚踢。这样的女人有哪个婆婆会喜欢呢？就算打一辈子光棍都不会娶这种女人进家门，要不然家里肯定鸡犬不宁的。一个人有脾气很正常，但作为一个成年人，要有把控自己情绪的能力。当你把你所有的脾气都发泄出来了，也没有想过对男生的伤害有多大呢？接着是8届扮演者马德华老师的点评。这句俗话叫黄鼠狼打替分惯的，那黄鼠狼你看抓了以后给他灌水，他就喷喷喷的打喷嚏，就是惯的。他讲的是一些道德标准、教养，可是你自己呢，有没有教养啊？你自己的道德标准够不够啊？马德华老师求女孩放过这个男生，两个人实在不合适走在一起。一个男人是有尊严的，也是一个女人将来要依靠的一棵大树，不管是将来子啊，生活上、事业上互帮互助、白头偕老的，而不是拿来当你生气的出气筒的，更不是把自己的男人当你的奴仆的。所以女孩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爱情，男生要是还执迷不悟，原谅了这个女孩，这一辈子有她吃的苦头。于伯宏和马德华老师都不赞同，双方继续在一起。那么我们一起看看涂磊老师犀利一针见血的点评。他说他妈脾气不好，我怕以后他妈对我不好，我寻思给他个。所以你先给他一个下马威是吗？这是你爸妈教的？不是。你爸妈没有教你说第一次见对方的父母要礼貌一点？没有跟你说那天他帮你搬家的时候让这小伙子一块来吃饭？说了。那为什么你不让他去呢？他身上埋了把胎的，有点没礼貌，我感觉那样。涂磊老师一眼看出女孩见男生的父母就是给未来婆婆一个下马威。好的婆媳关系是相互的，而不是谁欺负谁。你的真心肯定能被看到，你的骄横也会让人感受到你自己的教养。女孩的行为，有的人说是野蛮女友的公主病，可在涂磊老师看来却是这样的。真的仅止于是脾气的问题吗？和教养的问题吗？我认为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素质。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素质，你说让自己的男人跪在街上，你的内心只是感动，
你没有一丝感觉到心疼吗？一个女人可以让心爱的男友在大庭广众之下下跪，这说明女孩根本就不爱男生。不分手的原因是她知道自己脾气没有人能够接受的了，离开男生她再也找不到可以随意欺负的男生了。所以当男生想要分手的时候，她却急眼了。接着涂磊老师说道：爱情很简单，就是做些无谓的事情，要去心疼对方。你有心疼吗？你扇他耳光，你让他跪下，给你们家搬了一天的东西，一身脏兮兮的，你没有心疼给他擦把汗，问他累不累？女孩的做人让人深恶痛绝，涂磊老师的怒批大快人心，希望女孩引以为戒，也劝男生不要再这么卑微的去爱一个人了，这样不仅仅丢失了自我，还会让对方更加肆无忌惮。有些爱是需要原则和底线的，不管是夫妻还是情侣朋友，可以打打闹闹、打情骂俏、发脾气，但是永远记住，不可以有羞辱。这种羞辱可以伴随着一生一世。虽然全场老师都让男生不能原谅女孩，可最后的结果是男生还想给女孩最后一次机会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希望男生不要后悔，也希望女孩经过这件事能够改过自新。屏幕前的家人们觉得这种女人能娶回家吗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